今次呢，我哋嚟到梵蒂岡，成個梵蒂岡呢只有0.44平方公里，係世界上最細嘅國家，人口呢只得800幾人，而且呢，所有國民根本都唔喺本島出世嘅。不過呢，佢有全世界最大嘅教堂，而且仲有呢完整嘅行政、司法、警察、軍隊、郵政系統，而且呢，幾乎成個國家呢都係世界遺產。咁因為呢旅遊資源豐富呢，所以呢今次遊覽梵蒂岡嘅過程呢，我會分開2條片嚟講。第一部分呢會集中講梵蒂岡嘅博物館啦，下集再睇聖彼得大教堂同埋聖彼得廣場。另外呢，好多謝各位對我嘅支持。今次呢，我會有答謝觀眾抽獎活動，我會有一啲呢由意大利帶翻嚟小禮物送俾大家，請留意睇到最後。咁我哋去片啦。出發嘅當日呢，我係由入住嘅酒店呢直接行過去嘅。路程大概1.8公里路啦，行咗35分鐘左右。去到呢梵蒂岡博物館入去嗰時呢，都只係朝頭早嘅8點50分。不過呢，見到唔少人已經喺門口排隊啦。我哋呢其實就預早訂咗飛同埋買咗飛入場嘅。所以可以直接入去梵蒂岡博物館裏邊換呢個入場券嘅。冬天呢，其實屬於淡季嘅，我哋連埋安檢呢，一共呢都係用咗20分鐘到呢就入去博物館啦。但係如果夏天旺季呢，就算訂咗門票，都應該需要超過40分鐘先入到場嘅。咁如果咩準備都冇，就咁 walk in 買飛入場呢，真係估計唔到要排幾耐隊先入到場啦。所以呢，建議呢，如果你要參觀呢個梵蒂岡博物館呢，一定要預先買定飛。咁呢，我會喺影片資料嘅內容度呢，放入咗梵蒂岡博物館嘅官網嘅鏈接，咁你可以入去查詢下購買入場券嘅情況同埋點樣預訂啦。首先呢，我哋嚟到埃及博物館。咁呢個博物館呢，係1839年由教皇額我略16世開幕嘅。呢個博物館特別嘅地方呢，係裏邊有好多係由埃及帶翻嚟嘅裝飾啦，同埋建築物嘅一部分。咁當時呢，埃及已經係羅馬帝國嘅領土一部分。除咗呢啲建築物之外呢，有啲亦都係由啲神廟啦，同埋當地人所住嘅地方啊帶翻嚟文物。而且有一啲呢，其實係由羅馬製造嘅埃及文化嘅產物，有好多係陪作品，好似我哋咧睇到呢一啲就係啦。睇完埃及博物館之後呢，咁我哋跟住個路徑行呢，自然呢就會嚟到呢個松果庭園。喺綠油嘅庭園中間呢，有個金球嘅。咁呢個金球呢，據講資料講呢，就直徑4米，裏邊呢就包咗另一個比較細啲嘅金球。咁號稱呢個球中球。咁根據作者嘅創作嘅理念呢，佢就想講呢，就話好多時呢就唔好睇表面好似好光滑啊，或者好堅硬咁，其實對裏邊嘅內裏或者個內心呢，其實好脆弱嘅，好似呢個金球咁。另一重意義咧就係話，所有嘢都唔好淨係睇表面，一定要睇埋內裏嘅內容。個庭園咧叫做松果庭園咧，因為咧庭園中間咧有個好大嘅青銅松果啦，高4米嘅。喺基督教裏邊咧，聖誕樹咧係松樹啦，咁生命樹嘅象徵，而佢嘅嗰實松果咧係代表永生。咁呢個松果咧喺公元2世紀咧已經有噶啦，原本位置喺萬神殿附近嘅噴泉。中世紀嗰時候咧，俾人搬到去舊嘅聖彼得大教堂。咁喺1608年嗰時咧，又再搬到去而家呢個位置上邊。跟住咧，我哋嚟到庇護黑面博物館。呢個博物館咧，主要係以希臘羅馬時代嘅雕刻為主嘅。裏邊咧有幾件好正嘅
鎮館之寶。第一件呢，鎮館之寶呢，就係孔廬群像，或者係叫做孔廬與兒子們。咁呢個呢，係描述一個木馬屠城記嘅故事嘅。咁孔廬啦、勒寬啦，係呢個特洛伊城嘅祭司嚟嘅。咁佢見到有木馬要進城嗰陣時咧，孔廬咧曾經咧就提個警告啦，就話：哇，呢個有危險嘅。咁但係咧當時咧希臘嘅諸神咧已經決定咗咧要毀滅呢個特洛伊噶啦，所以咧由雅典娜啦、阿波羅啦同埋波塞冬派出2條巨蛇出嚟，纏住勒寬同埋佢2個仔。呢個雕像呢，就係描述當時咧佢同佢2個仔咧同巨蛇搏鬥啦嘅情況啦。表情非常痛苦，但係亦都非常逼真，表現得相當恐懼。根據好多考證呢，呢個雕像咧製作時間咧應該係公元前1至2世紀嘅。但呢個雕像咧直至到16世紀初咧先俾人發現。孔廬雕像嘅發現咧，對意大利嘅雕塑家同埋意大利嘅文藝復興產生咗重大影響。米高安哲羅咧，俾孔廬雕像嘅古希臘美學啦，同埋佢嘅男性體格喺雕刻上邊嘅表現咧，深深吸引住。咁好明顯咧，影響咗米高安哲羅後期嘅作品。關於呢個雕像咧，仲有2段插曲嘅。第一段插曲咧係有關佢遺失右臂嘅問題。咁呢個雕像初發現嗰時咧，盧孔嘅右臂啦，佢個仔嘅一隻手咧，同埋另一個仔嘅右臂咧，都係唔見咗嘅。咁當時嘅藝術家同埋鑑賞家咧，都喺度爭論緊咧，究竟點樣復修呢隻右臂嘅？咁拉斐爾認為咧，隻手臂咧應該係伸直嘅，向天，咁先有英雄氣概。而米高安哲羅咧就認為咧，隻右臂咧應該係屈翻轉頭，咁先顯示佢痛苦嘅情況嘅。而最終呢，當時16世紀嗰陣呢，佢哋係採取咗拉斐爾建議，係將隻右臂直身咁樣復修翻呢個盧孔像嘅。卒之咧，到咗1905年啦，喺一個考古家喺羅馬嘅建築工地上面呢，卒之發現咗盧孔嘅唔見咗嘅右臂，而最終發現呢，原來米高安哲羅嘅諗法係啱嘅，嗰隻右臂呢係應該係屈翻轉頭嘅。而我哋而家見到嘅盧孔像呢，已經復修翻，用右臂屈翻轉頭嘅方法嚟復修嘅。第2段插曲呢，就係有關呢個雕像呢同埋呢個博物館嘅關係。咁呢個雕像呢，係1506年呢俾人發現嘅。咁發現咗冇幾耐呢，就好喜歡收藏古典藝術嘅教皇咧，儒略2世咧，馬上叫人去收集佢翻嚟，然後放喺梵蒂岡嘅花園裏邊，並且咧就俾人喺個花園裏邊觀賞嘅參觀。呢種公開啦，俾人欣賞藝術品咧，其實就係呢個博物館嘅前身。咁所以話咧，呢個雕像亦都開創咗梵蒂岡博物館。跟住呢，我會睇到呢亞洛河嘅河神嘅神像。咁呢個亞洛河呢，可能冇尼羅河啊嗰啲咁出名啦，但係其實咧呢條係好重要嘅河流嚟嘅。亞洛河呢，就係流經佛羅倫斯嘅主要河流。咁呢座雕像其實喺文藝復興時期呢，曾經修補過好多次嘅。咁甚至乎，如果你睇下佢個頭呢，都係新復修嘅。動物廳 Hall of Animals， 梵蒂岡博物館咧，收集埋嘅雕像咧多到咧真係擺唔晒，淨係動物嘅雕像都可以擺2個展廳，真係得人驚啊！跟住嚟殘軀，一個好容易俾人忽略嘅展品，但係佢其實係屬於鎮館之寶嘅級數。呢個係大約公元前1世紀古希臘時期嘅雕刻作品，上面呢有雕刻師嘅希臘文嘅名，係少數有希臘文嘅雕塑作品。具有力量嘅肌肉呈現強而有力嘅完美體態，雖然係有殘缺，
但係吸引咗好多當時嘅大師，包括咗米高安哲羅。佢甚至唔想破壞佢嘅形態咧，拒絕為呢個雕像上邊咧加頭或者四肢嘅修補。形展廳呢個係18世紀末建造，模仿萬神殿做出嚟嘅新古典主義嘅圓形大廳。咁佢嘅穹頂咧優美典雅，呈現咗莊嚴又係柔和嘅氣氛。而大廳正中間上面有個好大嘅盤，呢個係羅馬暴君尼祿曾經用過嘅浴缸，直徑4.76公尺，周長13公尺，係用成塊紫斑雲石雕刻而成嘅。由呢個超大浴缸就睇得出咧，佢當年係幾咁奢華。好啦，我哋嚟到咗希臘十字廳，首先會見到咧月亮女神嘅鑲嵌畫。喺正中央咧有個色彩繽紛嘅月亮女神鑲嵌畫啦，係由啲彩色嘅瓷磚鑲嵌而成嘅。中間嘅月亮女神咧，其實就係後來嘅羅馬嘅智慧女神雅典娜啦。圍繞喺女神嘅周邊呢，係月亮嘅周期嘅月圓月缺嘅記錄啦。呢個係公元3世紀嘅作品。廳嘅兩邊呢，分別擺放咗君士坦丁大帝嘅女同佢媽媽嘅兩副巨型指紋石棺。石棺上面嘅浮雕咧，堪稱係古代宮廷藝術嘅代表。咁我而家見到呢個咧係聖海倫娜嘅石棺。聖海倫娜咧其實係君士坦丁大帝嘅媽媽。咁呢副石棺咧係創作喺公元4世紀初啦。兩邊刻住一啲打敗異教徒嘅羅馬騎士。咁呢副石棺咧係喺羅馬嘅地底下被挖掘出土嘅。咁喺君士坦丁大帝嘅時期咧，開始流行土葬啦，咁所以會製造一啲美觀雕塑嘅石棺。我哋咧接住嚟到呢個圓形嘅展廳，但係因為冇辦法入去睇咧，我哋只可以喺門口欣賞。喺個展廳嘅中央咧，係有一個雙輪雙馬戰車嘅大型雕塑，周圍咧有一大堆圍住嘅係羅馬時期嘅雕像同埋石棺。描繪咗咧古羅馬時代體育比賽啦，同一啲馬術比賽嘅場景，亦都包含咗一啲其他運動咧，例如擲鐵餅啦、摔角或者戰車比賽等等。展廳中央咧，戰車咧車體咧其實係一個公元1世紀嘅大理石雕嚟嘅。喺15世紀嗰陣咧，佢係送到去羅馬聖馬可教堂作為呢個主教嘅寶座，直到1771年呢。呢個雕像呢，先送俾當時嘅教宗黑面14世，之後呢，先加上咗車輪啦、車駝啦、馬啦、駕駛車嘅人像，成為一架戰車。咁所以呢個大廳呢，亦都將個名改為戰車大廳啦。經過咗戰車大廳之後呢，我哋會行到一個長走廊。呢個長走廊呢，會有3個唔同主題嘅展廳。咁呢個長走廊呢，係連接咗呢梵蒂岡博物館嘅2個主要建築群。先呢，我哋會見到第一個呢係燭台畫廊。最初呢個走廊呢係一個露天嘅走廊呢，直到18世紀末呢，先加上而家天花板變成一個封閉式嘅長廊。咁由於佢每隔一段距離呢，都有一對大理石嘅燭台。好似我哋見到眼前呢對咁啦，所以呢個叫燭台畫廊。兩側嘅主要收藏品呢，係一啲複製公元前2到3世紀嘅希臘雕刻嘅羅馬作品。雖然呢展廳主要嘅作品呢係雕塑，但係天花板啦、壁畫啦同地板上嘅大理石呢都係好正嘅。如果你細心留意到呢，地板上嘅大理石雕呢係代表唔同教宗嘅專屬徽章。第二個展廳呢，就係掛氈畫廊。呢個展廳呢，裏邊呢兩邊都掛滿咗唔同嘅掛氈。咁呢啲掛氈主要係耶穌生平嘅事蹟啦，總共呢係有19幅咁嘅掛氈嘅。有啲掛氈呢係拉斐爾學生呢繪製嘅畫作再編織而成嘅，每張都有400-500年嘅歷史。因為呢當時咧係冇機器咧做編織掛氈嘅技術，所以咧
呢啲掛磚全部都係人工一針一線咁織出嚟嘅純手工作品。呢啲掛磚呢都年代久遠，博物館想保護佢哋呢啲作品嘅品質呢，所以呢成個館呢都比較昏暗嘅。喺長廊嘅最後一部分呢，我哋會見到一個畫廊，叫做地圖畫廊。呢個地圖畫廊呢，總長120公尺，闊6公尺，兩面呢都掛咗一啲手繪嘅地圖，總共有40幅嘅地圖，係記錄咗當代嘅天主教領地啦，同埋意大利地圖。咁呢個地圖畫廊呢，係由教宗額我略13世喺1580年下令興建嘅。佢亦委託咗當時嘅地圖繪製家丹提去繪製呢啲地圖嘅。丹提呢，總共花咗3年時間先可以完成呢啲地圖。所有嘅地圖呢，都以壁畫嘅形式畫喺牆上邊，色彩鮮豔，而且非常立體。行完整個畫廊呢，就可以話你可以行完整個意大利半島嘅感覺。尋尋覓覓揾睇得明嘅地圖，終於只能認得出撒丁島、西西里島同埋意大利半島嘅地圖，其他呢真係睇唔明啦。地圖畫廊呢，唔單止呢兩邊牆上面啲地圖嘅精彩，連畫廊上面呢個拱頂嘅壁畫呢都非常精美。呢啲地圖嘅對應嘅拱頂呢，每一個呢都有伴隨發生喺嗰個地區嘅主要宗教事件嘅壁畫，係由一啲呢風格主義嘅畫家呢一齊完成嘅。咁呢個畫廊嘅風格呢，同之前嘅兩個風格係非常之唔同嘅。呢個畫廊呢，連天花板都係咁正嘅。地圖嘅藍綠色呢，混合埋天花板嘅橙色系列呢，融合埋一齊，非常協調，好似一幅巨型嘅藝術品，或者咁講啦，天花板本身已經係非常完美嘅藝術品。如果呢隨隨便便或者匆匆忙忙咧係咁樣行過呢，或者係淨係掛住望住壁畫上面啲地圖呢，而忽略咗頭頂嗰啲天花板呢，咁就太可惜啦。因為呢啲壁畫呢實在都係好正嘅，所以呢有機會過嚟睇呢個畫廊嗰時呢，應該呢影多幾幅相留念，尤其是呢多啲影下呢個咁正嘅天花板。咁我俾大家啦欣賞多一陣呢個咁靚嘅天花板，同埋天花板上面嘅壁畫。行完呢個走廊之後呢，我哋就會進入呢個梵蒂岡博物館嘅另一個主要建築群。首先呢，我哋會見到呢係聖母無染原罪大殿，廳裏邊呢係有庇護九世喺1854年下令畫嘅大嘅壁畫。另外呢，喺個廳嘅中央呢係有一尊金座上面嘅聖母瑪利亞，融合埋周圍嘅大壁畫嘅。過咗呢個大殿之後呢，我哋會見到最後兩個重頭戲嘅。第一個呢就係拉斐爾房間。拉斐爾房間呢一共有4個房嘅。拉斐爾呢由1508年接受咗儒略二世委託呢裝修佢嘅住所啦，同埋辦公嘅地方。到咗儒略二世喺1513年死嗰陣呢，其實只係完成咗2間房間嘅壁畫，
跟住教宗嘅繼位人呢，良十世呢就繼續工程。君士坦丁大廳呢，壁畫創作時間呢係比較後期嘅。到咗拉斐爾喺1520年死嗰陣呢，就由佢嘅學生啦接手繼續喺君士坦丁大廳裏邊畫嗰啲壁畫。咁呢個房間嘅主題咧，主要係基督教戰勝咗異教。今次呢，我哋會睇到3幅喺君士坦丁堡大廳裏面嘅壁畫。第一幅呢係呢個十字架顯聖壁畫，十字架顯聖呢係描述君士坦丁堡出征嘅時候呢，天空出現異象，有個巨大十字架向佢顯現嘅傳奇故事。跟住嘅壁畫係米爾維安大橋戰役。呢幅壁畫呢係畫出咗喺公元312年發生嘅米爾維安戰役。呢場戰役呢係君士坦丁堡成功攻入咗羅馬，奠定咗佢領導羅馬帝國嘅地位。最後一幅畫呢係君士坦丁受洗。呢幅壁畫呢係表現咗君士坦丁喺臨死之前呢受洗成為基督徒嘅情況。我哋嚟到咗拉斐爾房間嘅第2個房，就係伊利奧多羅廳。呢度啲壁畫呢，創作嘅時間大概係公元1511年到1514年之間。咁呢個房嘅主題係基督喺天上保護教會。我哋喺呢個房呢，亦都見到3幅畫嘅。第一幅係伊利奧多羅被逐出聖殿。拉斐爾根據聖經故事咧，描繪咗當伊利奧多羅去耶路撒冷聖殿搶奪寶物嗰時咧，俾天使逐出聖殿。跟住我哋落嚟睇到呢，就係良一世與阿提拉會議嘅壁畫。呢幅壁畫呢，描繪咗呢歷史上有名嘅良一世與阿提拉會議。值得注意呢，喺圖嘅上面呢，會見到聖伯多祿同埋聖保羅喺天空前劍嘅圖像。最後見到呢係解救聖伯多祿，描繪咗呢聖伯多祿俾天使解救出獄嘅故事。佢象徵咗呢基督徒牧者嘅力量可以逃離人類嘅限制。我哋嚟到咗簽字廳，呢間房間呢曾經係儒略二世嘅圖書館啦，亦都係教廷最高法庭嘅辦公嘅地方。呢個房間嘅概念呢，就係將古代精神同埋基督教嘅和諧呢反映喺呢個房嘅內容，包括咗神學、哲學、法學、詩歌4大主題。智慧同埋知性嘅主題呢，好適合呢間房間，因為呢間房間曾經係最高法庭嘅辦公同埋會議室，所以呢，好多教宗重要文件呢都係喺呢度簽字蓋章嘅。我哋而家睇緊呢幅壁畫呢，就係雅典學院，佢係拉斐爾呢喺1909年底呢開始喺呢幅牆上邊創作嘅。壁畫嘅含義咧，可以解釋為咧，從古代嘅哲學延伸到當代嘅宗教，亦都可以理解為從基督以前嘅世界演化到當代嘅基督教主導嘅世界。呢幅壁畫咧，肯定係拉斐爾畫嘅畫之中其中一幅最著名嘅壁畫，值得花時間細心欣賞。你如果仔細睇雅典學院呢幅壁畫咧，可以發現咧有趣嘅人物同埋內容。由左至右咧，我哋會見到呢幅壁畫裏邊嘅代表性人物。首先我哋會見到咧係畢達哥斯拉。畢達哥斯拉咧就係你見到喺畫裏邊禿頭喺本口書上面寫字嗰個。畢達哥斯拉就係不時定理嘅發現人。喺佢隔離嗰個咧。你會見到一個長頭髮嘅人啦，手揸住一塊黑板嘅，咁嗰個就係亞基米德，亦都你見到咧，佢喺塊黑板上邊咧展示咗佢非常著名嘅亞基米德原理 （Archimedes Principle）。咁喺你附近呢，你就會見到一個金髮嘅男人，呢個就係馬其頓王 Macedonian 嘅 Emperor 亞歷山大帝。咁喺亞歷山大帝前邊呢，一個着住綠色袍同人喺度辯論緊嘅學者呢，就係蘇格拉底啦。咁我哋睇下壁畫中間嘅部分啦。
首先喺壁畫靠前嘅部分呢，會見到一個着靴嘅人物。呢個着靴嘅人物呢，就係克拉克利特。咁呢個比較特別嘅呢，就係話作畫嘅當年呢，好多時呢，佢哋唔知呢啲古代嘅哲學家係咩嘢樣嘅，所以佢借咗一啲當代嘅人呢，或者佢哋識得嘅人呢嘅樣，或者佢哋嘅形態嚟繪畫呢啲希臘古代嘅哲學家嘅。咁拉斐爾呢，就用咗米高安哲羅嘅樣呢，係嚟畫呢個克拉克利特嘅。喺壁畫嘅中央呢，有兩個古希臘哲學非常重要嘅人物。首先靠咗手指指天嘅人物呢，就係柏拉圖，而拉斐爾呢，係用咗達文西嘅樣嚟畫柏拉圖嘅。而喺柏拉圖旁邊呢，手心向下嘅呢，就係亞里士多德。咁有啲人呢認為呢，拉斐爾其實都用咗米高安哲羅嘅樣嚟畫亞里士多德嘅。咁我哋睇翻壁畫嘅右邊呢，會睇到幾個其他代表性人物嘅。首先呢，我哋會見到一個呢，彎低身手揸住圓規喺度量度緊幾何圖形嘅人物。呢個人物呢，就係歐幾里得啦。咁歐幾里得呢，拉斐爾其實呢，就利用咗設計聖彼得大教堂嘅人伯拉曼特嚟繪製呢個歐幾里得嘅。另外呢，喺歐幾里得旁邊手揸住一個地球儀嘅人呢，就係天文學家托勒密。最後呢，喺托勒密旁邊有一個戴住黑色衣帽嘅男人。咁呢個呢，其實就係個作者本身，佢就係拉斐爾啦。拉斐爾亦都將佢自己畫埋入呢幅壁畫裏邊嘅。拉斐爾咁樣做呢，相信呢，佢覺得自己呢都可以同呢班希臘嘅智者啦、哲學家啦，同埋一啲學者呢達到同一個水平或者同一個水準啊，所以佢先將自己畫埋入呢幅壁畫裏邊。離開簽字廳之前呢，我哋見到呢一幅壁畫《勝利的爭辯》。呢幅係拉斐爾第一幅嘅壁畫作品，創作於1508年。呢幅壁畫啦，拉斐爾描述咗較好嘅形象，跨越天與地。跟住我哋會去拉斐爾房間嘅最後一個房間啦。經過咗呢個簽字廳之後呢，我就嚟到拉斐爾房間嘅最後一個房啦，就係博爾哥火災廳。博爾哥火災廳呢，係以呢個壁畫博爾哥火災命名嘅。呢間房呢，本來主要功能呢係作為教宗良十世嘅音樂室。四周嘅壁畫呢，描繪咗教宗良三世同埋良四世嘅生平事蹟。呢幾幅壁畫之中呢，最出色嘅呢就係博爾哥火災，因為博爾哥火災呢幅畫呢係由拉斐爾自己設計構圖，同埋指導佢嘅學生一齊完成呢幅壁畫嘅。其他三幅壁畫呢，就冇拉斐爾嘅指導。查理曼大帝加冕呢幅壁畫呢係描繪咗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 喺公元800年聖誕節加冕成為呢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嘅情景。博爾哥火災呢，描繪咗847年靠近梵蒂岡嘅羅馬博爾哥區嘅發生嘅火災。教宗呢，良四世呢，用佢嘅十字架記號祝福控制火勢。沃斯提亞戰役呢，靈感來自良四世喺公元849年沃斯提亞戰役裏邊呢，戰勝撒拉遜人嘅事蹟。我哋而家準備離開
博爾戈火災房間。完成晒拉斐爾房間之後呢，我哋向最後一個重頭戲進發，就係西斯丁小教堂。咁我哋嚟到西斯丁小教堂啦。西斯丁小教堂咧係喺梵蒂岡裏邊嘅一個小禮拜堂啦。佢係喺聖伯多祿大殿嘅旁邊。咁最初咧呢座教堂咧係名為叫做大禮拜堂嘅。後來咧因為教皇司道四世嘅名而改成而家嘅名稱。呢個禮拜堂咧係喺公元1481年完成建築嘅。從嗰陣時開始咧，呢個小教堂咧一直係教宗進行宗教同埋公務活動嘅場地。時至今日咧，呢個建築最重要嘅活動咧就係舉辦教宗選舉嘅場地。西斯丁小教堂咧著名嘅地方咧就係佢內部裝飾嘅壁畫，尤其是米高安哲羅畫嘅創世紀天花板畫啦，同埋壁畫最後審判。當呢個小教堂喺1481年完工之後呢，波提切利等一啲文藝復興初期嘅畫家呢，都喺裏邊做咗啲以耶穌基督為題目嘅壁畫。咁後來教宗儒略二世再委託米高安哲羅繪畫天花板同埋祭壇嘅壁畫。起初呢，天花板頂上邊呢係有星空圖案嘅，而呢個建築呢係依照所羅門王聖殿嘅比例60:20:30嚟興建嘅。我哋之前提到呢，喺1508年至1512年之間，喺教皇儒略二世嘅贊助之下呢，米高安哲羅呢係喺教堂嘅天花板呢畫咗我哋而家見到嘅壁畫嘅。呢項工程呢改變咗成個西方藝術嘅進程。有啲人認為呢係人類文明嘅重大藝術成就之一。經歷咗宗教改革以及羅馬大洗劫之後呢，米高安哲羅呢喺1534年至1541年之間呢返到羅馬，並且為教皇克勉七世同埋保羅三世繪畫咗最後審判。喺呢個兩個米高安哲羅嘅畫作加持之下呢，西斯丁小教堂呢成為咗梵蒂岡最受歡迎嘅景點以及文化象徵，亦令到梵蒂岡城列入咗世界文化遺產。好啦，我哋集中講翻天花板嘅畫啦。本來係1505年呢，教宗儒略二世呢邀請米高安哲羅為佢自己設計同埋建造陵墓嘅。後來呢，佢又改變主意，要米高安哲羅呢去畫壁畫。原本佢想要米高安哲羅呢畫新約聖經記載嘅耶穌12門徒有關嘅故事。對於雕塑家米高安哲羅嚟講呢，畫畫呢應該唔係佢本人嘅意願。但到咗1508年啊，佢就開始設計創作呢幅壁畫啦。咁從教堂裏邊設置高台工作架啦，到設計創作啦、決定內容啦，全部單獨入去一人創作同埋繪畫嘅。因為呢，米高遣散咗所有預先預備好俾佢嘅助手。喺1512年，當天花板畫完成之後呢，天花板上邊呢描繪咗舊約聖經裏邊嘅創世紀9個場景，場面偉大，氣勢磅礴，而且人物眾多，所以儒略二世亦都滿意收貨。呢個亦都係米高安哲羅嘅代表作。據講咧，喺米高安哲羅創作
天花板壁畫嘅途中呢，拉斐爾曾經嚟觀摩過嘅，亦俾呢啲畫呢啟發咗，帶嚟靈感，亦影響咗佢當時正在創作嘅壁畫《雅典學園》。跟住我哋仔細睇下創世紀壁畫故事嘅內容。第一個場景，我哋係睇到神將光明同黑暗分開。第二個，我哋見到神造日月草木。第三個，我哋見到係神造陸地同埋水。第四個場景，我哋睇到嘅係神造亞當，呢個係創世紀之中最著名嘅一幅場景。第五個係神造夏娃。第六個係亞當與夏娃墮落，被逐出伊甸園。第七個係挪亞獻祭，呢個比較特別，因為根據聖經記載呢，挪亞獻祭應該係發生喺大洪水之後嘅。第八個係大洪水與挪亞方舟。第九個係挪亞醉酒。咁我哋再欣賞一下呢個精彩嘅作品《創造亞當》。咁我哋又講下喺祭壇背面牆上畫嘅大壁畫《最後審判》。喺1534年，教宗克勉七世聘請咗米高安哲羅設計創作祭壇背面嘅《最後審判》壁畫。喺克勉七世死咗之後，繼位嘅教宗保祿三世同意米高安哲羅繼續祭壇壁畫嘅創作。創作時間呢係由1530年至1541年，以聖經裏邊描述嘅最後審判為題材嘅作品。呢個係米高安哲羅完成咗創世紀之後，離開羅馬20年之後，重返教廷為教廷創作嘅作品。呢幅壁畫大體上分為4個階層，由最上層開始見到描繪咗天使群像，跟住係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嘅天堂，可以見到強而有力嘅耶穌做出手勢，預備對世人作出最後審判。然後我哋會見到等待審判嘅人群，同埋正被拖入地獄嘅罪人。最下層就係地獄。米高安哲羅嘅作品為參觀嘅人帶嚟強烈震撼嘅效果，同時因為壁畫裏邊描述咗好多裸體嘅人像，被當時好多人抵制，所以裸體嘅重要部分後來俾人畫咗一啲遮羞布上去。另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米高安哲羅亦都將自己畫咗入壁畫裏面。呢個人物就係耶穌基督12門徒之一，喺傳道時被剝皮殉道嘅聖巴多羅買。喺壁畫裏邊被剝落嚟嘅人皮就係米高安哲羅自己。而家呢，我哋離開西斯丁小教堂，咁進入呢個梵蒂岡博物館行程嘅尾聲。通過咗西斯丁小教堂之後呢，我哋會經過幾個唔同嘅展館啦。不過呢幾個展館呢，比起之前嗰2個重頭戲呢，比較冇咁多特別嘅地方，所以呢，我會呢同你哋一齊輕輕鬆鬆行過呢幾個展館，唔會作太多嘅特別嘅介紹啦。
嚟到梵蒂岡郵局呢，會寄翻一封信俾自己，以作留念嘅。離開博物館之前呢，最後一個景點呢係出口附近嘅螺旋樓梯。呢條樓梯呢，靚到好似件藝術品咁。1932年呢，摩莫呢為博物館出口附近呢設計咗呢條雙螺旋樓梯。樓梯嘅台階呢，高低差距比較細啦，咁梯級呢可以緩慢咁向下傾斜嘅，方便行走。樓梯呢用青銅做扶手，扶手外層呢浮雕好精緻㗎。設計特別之處呢，佢係一個雙向型嘅螺旋樓梯，上落呢各自有獨立嘅階梯，咁對頭呢係唔會對碰嘅。到咗出口啦，咁我哋就完成咗梵蒂岡博物館嘅行程啦。好多謝你哋一齊同我體驗呢個行程。咁喺片嘅最後部分呢，我會介紹下今次抽獎活動嘅，我會送出嘅由意大利帶翻嚟嘅簡單紀念品，包括咗由梵蒂岡帶翻嚟嘅十字架啦，同埋佛羅倫斯皮具學校嘅人手製皮具紀念品。至於 giveaway 參加辦法嘅詳細情況呢，請留意呢段影片嘅描述簡介欄啦。多謝你，感謝各位睇完今日分享嘅影片。如果你喜歡嘅話，請讚好影片 ，give like， 訂閱我嘅頻道 ，subscribe my channel。請喺我影片下留言 ，please comment， 分享我嘅影片俾你嘅朋友 ，share my video to your friend。多謝你，拜拜。